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莫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流云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开山分为了后片、前片、前后片连接、袖子、后片勾边这几个部分。先看后片，后片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勾，分为了两个区，一区和二区。一区不加不减钩织，二区采用左右渡线的方法形成左右领尖。我们先钩一区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长针，长针一针放3针，长针一针放5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来锁针起针，注意我这里小样、用线以及配色等都不做参考，只讲解方法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下面来起针。然后钩对应数量的锁针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排，3针锁针起立。这3针锁针看作一针长针，然后找到倒数第4个辫子，也就是这里，挑辫子上方一根线，钩出2针长针。钩好后，空出2个锁针辫子不钩。接着在第3针锁针上方，同样挑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。这一排全部都是挑上方一根线来钩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短针钩好后，一针锁针，这针锁针对应下方的这个锁针辫子，继续一针短针，空出下方的这个锁针辫子不钩，在第2针上钩短针。完成后空2个辫子，钩一个长针一针放5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5针长针。1、2、3、4、5，长针一针放5针就钩好了。
我们把它看作花样1。接着继续空2个锁针辫子，在下一针上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，空1针，一针短针，空2针。我们把从花样1开始到目前空2针的位置看作一组，后面就是重复钩这样的组数，大家一直钩完这一排的最后一组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最后一组，可以看到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锁针辫子，这里需要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3针长针。1、2、3，长针1针放3针完成，第1排结束。接着来钩第2排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3个锁针过渡，接着这边翻面。我们找到上一排2个短针之间的小锁针洞，也就是这里，在这个锁针洞里钩一针长针，然后左侧短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。大家注意，在反面钩织时，针目位于左上方。然后花样1上面一一对应钩出5针长针。钩好后，左侧的短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，小锁针洞里一针长针，大家看，这里也就是钩出了9针长针。完成后，3针锁针，一针长针钩在花样1中间的那针长针针目上，也就是这里。大家看不准，可以翻过来看。完成后，3针锁针。我们把从9针长针开始到目前钩好的位置看作花样2，后面就是重复钩花样2。大家一直钩完这一排最后一个。
大家看，我已经勾好了最后一组完整的花样2，往下继续勾9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1针长针勾在起立针上，我们挑第3个辫子，2根线，勾1针长针。这里如果大家找不准位置，大约即可。第2排结束。现在来勾第3排，1针锁针起立，这片翻面，接着勾1针短针，在第1针上，继续1针短针勾在左侧的锁针洞里，完成后5针锁针，然后1针短针勾在9针长针的第4针和第6针上，中间1针锁针连接，完成后继续5针锁针，接着在左侧的2个锁针洞分别勾1针短针，中间1针锁针连接，完成后继续5针锁针，我们从9针长针上勾的第1针短针，到目前5针锁针结束，看作花样3，后面重复勾花样3即可。大家往下勾。现在我已经勾好了最后一个完整的花样3，接着1针短针，1针锁针，1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2针短针，先在锁针洞里勾1针短针，接着在起立针上勾1针短针，同样挑起立针第3个辫子，第3排结束，继续来勾第4排，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3个锁针过渡，这片翻面，然后在下方的大锁针洞里勾出3针长针，往下短针针目上勾1针长针，小锁针洞里以及下一个短针针目，继续勾出长针，
然后在左侧的大锁针洞勾出3针长针，这里同样勾出了9针长针，我们把这9针长针看作花样4，接着3针锁针，一针长针勾在小锁针洞，继续3针锁针，这一排就是重复勾花样4以及长针。花样4与长针之间间隔3针锁针，大家勾完这一排。第4排结束，往下第5排到第8排与第1排到第4排钩织方法相同，重复钩花样1到花样4，大家对照图解一直勾完第8排。第8排勾好后，一组循环就结束了，后面就是重复钩循环，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勾完1区。到这里，后边1区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看2区，2区是在1区的基础上继续往上勾，用到的针法有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勾第1排，首先将织片翻面，注意我这里小样排数等都不做参考，大家以实际钩织为准。接着在长针针目上一一对应勾出5针引拔针，这是第1个长针针目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这里是椭圆形的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；圆形的引拔针需要拉紧。接着锁针洞里钩1针短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长针针目上先勾出3针中长针，然后继续勾2针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。完成后，最后1针短针勾在锁针洞，1针锁针，空一个针目，1针短针，继续空2针，钩花样1。大家钩完这一排最后一个花样1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这一排最后一个花样1，空2个针目，1针短针，1针锁针，1针短针，往下在长针针目上先勾出2针长针，然后3针中长针，这5针还是钩在同一处。接着锁针洞里1针短针，
第一排结束。接着来勾第二排，这一排需要镀线，拉大线圈。这里我们可以将线团或者织片其中一个穿过线圈即可。这里我穿过的是线团，然后找到对应位置，也就是最右侧的这针长针织目，我们需要从这里将线勾出，织片翻面，将线勾出。注意这里的线不可拉得过紧或者过松，与织片平齐即可。这样就完成了镀线。然后一针锁针，接着在小锁针洞里勾一针中长针，3针锁针，一针短针勾在花样衣中间的长针织目上，3针锁针，小锁针洞一针长针，短针织目上一针长针，接着在花样衣上面勾出5针中长针，5针中长针勾好后，2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花样衣上面勾一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往下遇到了花样2，大家勾好这一排的最后一个花样2。大家看，现在我已经勾好了最后一组花样2，接着2针长针，左侧的花样衣上面勾出5针中长针，继续2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花样衣中间的这针长针织目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最后在小锁针洞里勾一针中长针，然后在左侧第一个长针织目勾一针引拔针，第2排结束。左侧还剩了一些针目，不需要勾。下面来勾第3排，先镀线，拉大线圈，
将线团穿过，拉紧线头，纸片翻面，然后找到对应位置，也就是花样1上面的5针中长针中间的这针中长针针目。我们将线勾出，整理一下线，然后一针锁针，左侧针目上一针短针，这样就又读好了线。完成后5针锁针，往下大家对照图解勾，勾到对应位置后，勾一针引拔针结束第3排。第4排到第6排的勾法与前面相似，都是先渡线再勾织对应的针法。大家将6排全部勾织完成。最后一针引拔针，结束第6排。第6排结束之后，最后一针锁针固定，固定的这个锁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断线。然后藏好线头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后面我们需要将反面朝外使用，所以我们将线头藏在正面。藏好线头之后，大家将后片上的所有线头全部都藏好。到这里，2区就讲完了，整个后片也就讲解结束。接着来勾前片，前片分为了主体以及前片勾边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长针3针并1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起好对应数量的锁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1排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找到倒数第7个锁针，挑上方一根线，先钩出3针长针，接着2个锁针，继续在此处钩出3针长针，
我们把3针长针、2针锁针、3针长针看作花样5，接着3个锁针，空出7个锁针辫子布钩，在第8个锁针上挑上方一根线，这一排都是挑辫子上方一根线来钩。首先钩出3针长针，接着3个锁针，继续钩3个长针在此处。这里唯一的不同就是中间位置，这里是2个锁针，这边是3个锁针，往下就这2个花样交替钩织，中间3个锁针连接，并且下方空7个锁针辫子布钩，大家往下钩完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最后一个花样5，接着在最后一个锁针辫子上钩1针长针结束。这样第一排完成。注意，我这里小样针数较少，只讲解方法，大家以实际钩织为准。接着来钩第2排，3针锁针起立，这边翻面，然后找到上一排花样5中间的这个锁针洞，继续钩一个花样5，然后2个锁针，往下，在左侧的花样3针长针针目上一一对应，先钩出3针长针，然后2个锁针，中间的锁针洞钩出2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剩下这3个针目继续对应钩出3针长针，我们把从这3个长针开始到这3个长针结束看作花样6，接着2个锁针，后面就是重复钩花样5以及花样6，中间2针锁针间隔，大家往下钩。最后1针长针结束，第2排完成。接着来钩第3排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这边翻面，然后在锁针洞里钩一个花样5，
接着一针锁针，往下遇到了长针3针并1针，入针位置分别在左侧的3个长针针目上。我们需要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继续绕线，钩出。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2个，绕线，钩出。第3个，现在钩针上还剩4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并1针就钩好了。完成后2针锁针，然后遇到了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我们需要先钩出2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2次线，穿入左侧的长针针目，绕线，钩出2次，1次、2次，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在此处钩一个，钩针绕2次线，钩出2次，现在钩针上还剩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完成。这个就是齐针目。这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它简称为枣形针。接着2个锁针，完成后继续钩一个枣形针，入针位置在同一处。最后一次钩出，第2个完成，继续2个锁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长针针目上钩出2个枣形针，中间2个锁针间隔，第1个枣形针完成，继续钩一个，第2个完成，接着2个锁针，然后继续钩一个长针3针并1针，长针3针并1针完成。我们从第1个长针3针并1针开始，到目前钩好的位置，看作花样7，后面就是重复钩花样7以及花样5，中间1针锁针连接，大家往下钩。最后1针长针结束。第3排完成。
继续来勾第4排，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一个花样舞勾在锁针洞里，3针锁针，接着找到长长针2针枣形针处中间的这3个锁针洞，每个锁针洞里勾出3针短针，也就是勾出了9针短针。勾好后，3针锁针，往下大家勾完这一排。第4排完成。现在来勾第5排，3针锁针起立，一个花样舞，7针锁针，然后找到左侧第5针短针针目，勾1针短针，继续7针锁针，后面就是重复勾花样舞以及短针，中间7针锁针间隔。大家勾完这一排，最后1针长针，接着来勾第6排，同样立3针锁针起立，织片翻面，一个花样舞，5针锁针，一针短针勾在锁针洞里，3针锁针，继续1针短针勾在左侧的锁针洞里，5针锁针，大家勾完。第6排完成，到这里一个循环结束。现在来看第7排，这一排的勾法与第1排相似，只是入针位置有所不同。其中一个花样舞是勾在上一排锁针洞里，
往下从第7排开始，重复勾循环，一个循环6排，最后一个循环是不完整的，只有4排，勾法都是一样的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将前片主体全部勾织完成。勾好后并断线，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看前片勾边，第1圈是沿着主体勾一圈，然后第2、3排是往返勾，只勾一个侧面。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找到起针处，第1排的最后一针长针，我们在它的入针位置开始接线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左手挂好线，下方留意小节线头，防止滑脱。接着将线勾出，这样就接好了线。然后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继续勾一针短针。完成后3针锁针，接着在花样5的入针处勾一针短针，直接挑起这个大洞，3针锁针，接着在锁针大洞里勾一针短针，3个锁针，花样5入针位置一针短针。这个底边就是重复在花样5的入针处以及锁针大洞里勾短针，中间3个锁针过渡，大家往下勾。现在我已经勾好了这个底边最后一个花样5的位置，接着3个锁针，然后大约在左侧的锁针辫子中间位置挑2根线，勾一针短针，这里在大约位置即可。这样底边就勾好了。继续来勾侧边，3针锁针，接着找到第1排与第2排的交界位置，也就是这针长针的入针处，我们勾一针短针，3个锁针，往下空过这个长针立柱，在下一个洞里勾一针短针，完成后3个锁针，继续空过一个锁针洞，勾一针短针，这针短针是长针立柱的针目，3个锁针，空一个锁针洞，在下一个锁针洞里勾短针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这一排。最后在长针针目上勾一针短针，
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侧边。现在来钩顶部，5针锁针，一针短针钩在花样5的锁针洞里，三针锁针，接着一针中长针钩在左侧的锁针洞，三针锁针，一针短针钩在这9个短针中第5个短针上，顶部的钩法就是重复钩短针以及中长针，钩完顶部以及剩下的部分。钩好顶部以后，还剩下一个侧边，钩法与这个侧边相似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将剩下的部分都钩好。长针针目上一针短针，3个锁针，最后与第一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。这里的引拔针是圆形，需要拉紧。到这里，第1圈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2排，这一排只需钩一个侧边即可，其余不需要钩织。首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织片翻面，接着2针锁针过渡，一针长针还是钩在这个短针针目上，2个锁针，继续钩一针长针在此处，完成后2个锁针，空出左侧的这个锁针洞，不钩，在下一个锁针洞钩一针短针，继续2个锁针，空一个锁针洞不钩，在下一个锁针洞里钩长针以及2针锁针，重复5次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5次，最后在同一位置继续钩一针长针，这里一共钩出了6针长针，我们将这6针长针以及中间的锁针看作是花样8，这一排就是重复钩短针以及花样8，短针与花样8之间2个锁针间隔，并且入针位置都是间隔一个锁针洞不钩。大家往下钩。
现在我已经钩好了这一排的最后2针锁针，接着空一个锁针洞，在这5个锁针辫子的锁针洞里钩3针长针，长针与长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，这样第2排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3排，第1针锁针起立，这边翻面，接着在锁针洞里先钩1针短针，然后钩3针长针，还是钩在这个锁针洞。最后1针短针，入针位置相同。我们把左右各1针短针，中间3针长针看作花样9，继续在下一个锁针洞钩一个花样9，完成后，在左侧短针针目上钩1针不拉紧的硬把针，接着遇到了花样8。这一排就是连续在花样8的锁针洞里钩花样9，短针针目上钩不拉紧的硬把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，一直钩完最后1针硬把针。大家看，最后2个锁针洞我也钩好了花样9，最后用锁针固定针线。大家藏好所有的线头。到这里，前片就全部讲完了。前片钩好后，下面来连接。连接是通过短针以及锁针进行连接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在连接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标记出袖子的部分。我这里小样排数较少，这里是后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后片是反面朝外使用的，也就是这一面是正面。这个位置就是袖子的部分。我们需要先标记出这2点，这是左袖。后片的标记位置比较简单，在最下方以及顶部。前片的位置大家找到第25排，锁针辫子上方的这针短针针目，我们也可以标记在此处。然后上方是在第49排上方的这个短针针目，以及后片上这个长针针目一起扣一个记号扣。扣完之后，大家可以数一下这里的锁针洞，一共有16个。
这是其中一个袖子的标记方法。另外一个袖子底部是在第118排长针针目上对应的这针短针针目，以及后片最下方一起扣一个7号扣。上方是在第94排长针针目上对应的这针短针针目，以及后片最上方一起扣一个点。同样扣完之后，大家可以数一下这里的锁针洞，同样是16个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看一下自己是否有扣错。然后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前后片要连接的位置，这里同样可以扣上几号扣，防止连接的时候移位。我们需要将它均匀的摆好。我在大约中间位置扣了一个，大家也可以多扣几个，这样要标记的位置就标记好了。下面来钩，将织片翻回到反面，这里可以整理一下几号扣。我们从标记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开始接线，穿入针目，以及对应的这针短针，然后取下记号扣，接着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勾出，一针锁针起立，继续钩一针短针，同时穿过前后片，完成后3个锁针。这里的钩织原则，前面上的锁针洞，大约每个锁针洞钩出一针短针，后片上的钩织位置在大约位置即可。继续3个锁针，下一个锁针洞里需要钩出一针短针，我们调大概位置，后片沿着侧边钩织即可。钩织的时候保持织片平整。这是下一个锁针洞，这里遇到了肚线，遇到肚线的时候，我们要将肚线包裹进去，不要露出来。后片的入针位置可以在锁针洞，也可以在针目上。
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连。大家在钩织到标记的记号扣位置时，可以取下。一定要边连边看一下织片是否平整。大家看，现在我已经连到了袖子标记的位置，最后一针短针钩在标记处，一起穿过，取下记号扣，钩一针短针，一个锁针固定，回线。大家藏好线头。到这里，前后片连接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看袖子，一共有2个袖子是在前后片上调针完成的，分为了左右袖。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来分的，钩织方法类似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正拉针、长针反拉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以其中一个袖子为例，首先需要接线，钩针穿过标记位置，以及前片上，钩针一起穿过标记位置，取下记号扣，然后开始接线。接好线之后，分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前片上钩针，我们找到前片上锁针洞，每个锁针洞里钩出3针长针，一直钩到前片还剩最后一个锁针洞位置。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锁针洞，这里钩出2针长针，接着翻转织片，然后来到了后片上，可以看到后片的边缘有长针立柱、锁针辫子，以及短针。我们首先在长针立柱上先钩出2针长针，
短针位置不需要勾，然后在下一个长针立柱上2针长针，遇到3针锁针辫子，继续2针长针，后片就是按照在长针立柱以及锁针辫子上依次挑出2针长针这样的规律往下勾，短针位置不需要钩织，大家勾完。最后，锁针辫子上2针长针，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1圈就勾好了。接着来勾第2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同一位置继续勾出2针长针，空2个针目不勾，在下一针上勾1针短针，1针锁针，扣1针，1针短针，空2个针目，勾花样1，大家一直往下勾。最后在起立针处勾出2针长针，然后与起立针第3个辫子引拔连接，这里还是5针长针，也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花样1。这样第2圈完成。往下第3圈到第5圈，大家按照之前的也是一直勾完。下面我来演示一下第6圈的勾法。首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碰到了长针正拉针，为了方便讲解，简称为正拉针。钩针绕线，挑起左侧长针立柱，从右向左穿出，绕线，以钩长针的方式勾完这一针。这样一个正拉针就勾好了。往下是一个长正反拉针，同样为了方便讲解，简称为反拉针。钩针绕线，从后往前穿入这个长针立柱右侧，然后左侧穿出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还是以钩长针的方式勾完这一针。这样一个反拉针就勾好了。正拉针和反拉针钩织方法类似，只是入针位置不同。往后重复正反拉针交替钩。大家勾完这一排。
最后一针正拉针。我们可以将起立针看作一个反拉针，接着引拔连接，第6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7圈，这一圈还是正反拉针交替钩织。首先3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一个正拉针，注意这里的入针位置，钩针绕线。我们挑起上一圈正拉针的这个立柱，绕线，钩出，接着一个反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同样挑起反拉针的这个立柱，反拉针完成。往后都是挑上一排的正反拉针的立柱来钩。大家钩完这一圈，第7圈完成。往下大家对照图纸钩完剩下的圈数，并藏好线头。到这里一个袖子就讲完了。另一个袖子的钩织方法与这只类似，只是先从后片上开始挑针，然后再挑前片，并且第一针，也就是记号扣位置，同时穿过前后片，然后接线开始钩。后面的钩织方法与第一个袖子完全相同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个袖子也钩织完成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结束了。下面进行后片钩边。后片钩边是在后片起针的位置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我们将后片对着自己，钩边一共有2排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一排在反面钩织。我们将织片翻面，这里的接线位置在第一个锁针上，正线钩出，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钩好后，找到这个短针织目，钩针穿入这个短针织目，然后再穿过线圈，将线圈钩出，这样就在上方固定了一个点。然后2针锁针，继续在此处钩1针长针，2个锁针，1针长针，钩好后2个锁针，然后一个短针钩在花样1的入针位置，也就是调这个大洞钩，2个锁针，接着在花样1的入针位置钩一个花样8，花样8钩好后，后面就是重复在花样1的入针位置钩短针以及花样8交替钩织。
中间2个锁针间隔，大家往下钩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最后一个花样1上面的短针，接着2个锁针，然后最后一个锁针上钩出3针长针，长针与长针之间2针间隔，钩好后，找到其上方的短针针目，我们将织片翻面，然后将线圈钩出，同样这里也固定了一下。到这里，第1排就结束了。下面来钩第2排，1针锁针起立，然后1针短针，注意这针短针需要同时穿过左侧的这2个锁针辫子的锁针洞，以及上方的3针锁针辫子的锁针洞，一起钩1针短针，然后3针长针，1针短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花样9。这里将小锁针洞与大锁针洞一起钩，目的也就是为了使织片平整，不皱起来。方法不固定，只要固定上即可。下一个锁针洞继续钩花样9，然后短针针目上1针引拔针，后面的钩织方法与前片钩边类似，大家钩完。现在左侧还剩最后一个花样9围钩，先钩1针短针，3针长针，最后1针短针，一起穿过小锁针洞以及上方的大锁针洞，钩1针短针，最后1个锁针固定，断线。再加藏好所有的线头。到这里，后片钩边就讲完了。最后来看配饰，
配饰包含了10个流苏，每个流苏的制作方法相同，有2种颜色，每个颜色各一半。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制作。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取一节20厘米左右的线，放一边，然后大家取一个硬纸板，高度约13厘米，长度不固定，方便绕线即可。然后大家取出线材，开始绕线。大家绕的时候尽量绕得均匀一些。这里的圈数大约为15圈。绕好后断线。接着将其沿着硬纸板的一端剪断，然后放好。拿出之前剪好的线，在中间位置打一个死结，然后整理一下。继续取出线材，将线弯折，这里可以取跟流苏一样的长度，放在其下方，然后开始绕线。绕了几圈之后，断线，将这个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然后拉紧这个线头以及刚刚下方预留的线，一起拉紧，然后剪断。下方可以修剪一下。这样一个流苏就制作好了，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
将剩余颜色的流苏都做好。下面来固定流苏，将前片正面朝外，找到第一个花样5对应的这针短针针目上，我们将之前预留的线头勾出，然后可以打一个结。接着将这个线藏好，断线，这样一个流苏就固定好了。这里的固定方法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固定。往下，每隔2个短针就固定一个流苏，并且2种颜色是间隔开的。另一面固定的时候，是在短针以及中长针上面，同样是间隔2针固定一个，图纸上都有标注。大家将所有的流苏都固定好。到这里，配饰就讲完了，这款披肩也就全部讲解结束。如果大家在购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